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30季第2集。今天是兰妮的生日，核电厂的各位员工都在悉心布置生日会场，尤其是本就和兰妮是好朋友的辛巴，他精心准备了一张生日贺卡，让那些来给兰妮筹了份子钱小伙伴们在上面签名。作为兰妮的头号基友，卡尔最先交了份子钱，然后用很小字体签下了名字，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。很快，大家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，都写得很小，也没有人往兰妮的脸上签名。关了灯之后，有那个惊喜的气氛了，谁知道进来的不是兰妮，而是秃头。在得知这里在准备给兰妮过生日时，大家都有签名之后，秃头二话不说就拿起了笔，潇洒签下了整个贺卡那么大的名字，起笔就落在人家寿星的脸上，而且还没给份子钱就走了。这时兰妮才走进为他准备的生日宴，可是惊喜全被秃头给破坏了。看着贺卡上那个霸道的名字，听了兰妮说感谢所有交了份子钱的人，辛巴越来越不爽。回到家铲雪，辛巴越想越生气，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辛巴得知了事情的经过，劝慰他别再想了，别把自己逼疯了，安慰总是有用的。辛巴当即就表示自己不会再管了，还说没有辛妈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蓝色触手刺穿辛妈的胸膛，原来是秃头巨大签名的尾笔。心情万分悲痛，辛巴从噩梦中惊醒，如果要不回那个份子钱，他才会真的疯掉。辛巴在秃头的办公室外做了一系列组合体运动，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而入，一鼓作气说出憋在心里已久的话，最后伸出了手向秃头要5块钱。这就是真男人，大胆狂徒。秃头正打算像往常一样把辛巴骂出去，谁知道气势刚一出来，马上就脸色一变，和颜悦色从自己的一堆钞票中掏出来了一张递给辛巴，甚至还送了他一只好运蟋蟀。正当辛巴还在想到底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还是秃头的问题，迎面而来的秘书告诉了他答案，秃头是因为吃了药才会做出一些善意的举动，而辛巴居然利用这一点欺负他。于是辛巴就被降职到了最差的工作，去辅导实习生，躲过了秃头，躲不过秘书，这可能就是辛巴的命吧，再不愿意也得工作呀。辛巴站在实习生们的面前做了自我介绍，警告他们不要再玩这样那样的小把戏。下面人只是觉得小小脑袋充满大大的疑问，这个人在说些什么呀？他们都在做正事。于是这些人对辛巴把自己研究课题讲述了一遍，然后询问辛巴有何指教，他还能有什么话说，脑子都已经死机了。看着他答不出来的样子，下面人开始嘲笑他。正当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，一位穿着球衣的小伙子走了进来，他斥责了那些无理的人，还说辛巴是神，没有人能不尊重他。这难道是什么新式嘲讽？其实并没有，他叫麦克，他的的确确就是辛巴的粉丝，而且一顿连环炮怒怼台下的所有人。在猛烈的攻势之下，敌人们撤退了。辛巴十分感动，第一次有人为他出头。他很奇怪麦克是怎么知道自己的。麦克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报纸，上面印着辛巴的照片。从那时起，麦克就知道他是整个核电厂的核心，也就从那时，辛巴成了他的偶像。麦克询问辛巴是否愿意做他的导师，听到这样的请求，辛巴内心瞬间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就答应了。现在他是别人的导师了，必须要有一身像样的西装。辛小妹对老爸这么重视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奇怪，辛巴说他不懂，这是第一次有人需要他的指导度过余生。3个孩子一听，直接就罢工了。咋的？我们3不是人是吧？辛巴没有管孩子们的不满，继续讲他这个学生是有多么好。然而小新只是觉得他脑子被僵尸吃掉了。正在辛巴高谈阔论之时，他的裤子被卷到了电梯上，这一囧事又被围观群众狠狠地嘲笑了一番。但辛巴也不会在意了，毕竟他可是有粉丝的人。麦克除了对辛巴言语崇拜和尊重，还了解辛巴的喜好，为他带来了甜甜圈球。这样的好学生谁不喜欢？自从辛巴把他带进了自己工作的地方，他的彩虹屁都没有断过。辛巴为他准备了礼物，2副鸡汤海报。接下来就到了具体操作仪器的时候了。可惜辛巴的教学完全就沉浸在了麦克的吹捧中，还是等过一阵子再教吧。然后麦克又开始了我是多么幸运，35岁就站在了偶像的面前。辛巴眉头一皱，发现此事并不简单。你一个30多岁人，为什么和一群20多岁人抢工作？麦克给辛巴讲述自己之前的工作，清理排水管。和他一起的兄弟在一次工作中不小心掉下去了，然后他的父母就希望他能找一个地面上的工作，于是他决定前来追随他的偶像。在他的眼里，辛巴是最优秀的，不用他来夸，辛巴在家里就能听到很多赞扬。然而并没有，家里只有嘲笑的声音。辛巴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不如叫麦克来家里吃饭，他要让家里人都知道他也是有人崇拜的。晚上的时候，从麦克
克和他妻子进门开始，一直到他们吃晚饭，他的彩虹屁就没有断过，一切都像辛巴所想那样发展，向自己的家人们好好展示别人对自己的崇拜之情。直到辛普森兄妹开始发话，辛小妹对这位爸爸崇拜者倒很是善意，询问他们夫妻是怎么认识的。麦克妻子告诉他们，当年他婚礼的时候，麦克是服务生，这个信息量有一点大。接着小新又嘲讽询问麦克，我爹能教你什么呢？打盹的时候吃甜甜圈吗？如果小新知道麦克的怼人战绩，他可能会后悔现在说的话。现在希望人没事，已经晚了。因为很快麦克就把小新贬得一无是处，从他的五官到他的身材，最后下结论他就是妥妥的一个丑陋的土豆钟。听到这一番话后，除了辛小妹在狂笑，其他人都陷入了静止的状态。这女孩一个人都快要笑断气了。很快反应过来的小新开始抽泣，辛巴生气把两个人赶出了自己的家，直到麦克夫妻都已经坐在车上，还可以依稀透过窗户看到抽泣不止的小新。对于这个常年不尊重自己的小子，辛巴自然对于有人收拾他而得意洋洋，但是也架不住老婆大人的怒目相视。他觉得麦克就是个疯子，非要让辛巴道歉，这可真是要了辛巴的老命了。辛巴告诉老婆，自己不觉得他是疯子，反而是那个唯一尊重他的人，不像家里人对他只有爱。然后他让辛巴看着他的眼睛，说尊重他。作为核电厂的员工，然后辛巴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，望着辛巴的眼珠子都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。辛巴细心扶正辛巴的眼珠，告诉他自己只喜欢那种受人尊敬的感觉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辛巴突然好好说话。辛巴看着辛巴，表示如果真的想帮麦克，就必须要帮助他成长，不论是作为他的导师，还是因为他的尊重，辛巴都有责任去帮助这个学生。于是第二天，他就找到了麦克，询问他的梦想是什么。面对自己的偶像，麦克说也许会被人嘲笑的理想，做单块的披萨，这样就能充分保持热度和新鲜度。听完了他的整个创意，吃货辛巴马上表示了赞叹，这什么天才想法！辛巴不仅支持他，还为他披萨想好了名字，麦克加披萨片，甚至还亲自去找秃头投资。很可惜，秃头现在已经停了那个会让他做善事的药。这个天才创意被嘲笑了，顺便还捎带上辛巴，这麦克能忍吗？不，他不能忍。嘴炮技能蓄力完毕，开启，像当初怼小新一样，秃头也被怼了，还说他是秃鹰，真的挺形象的。可惜这个老人家不像小新那样只能哭，他淡定的没有犹豫的就朝麦克脸开枪了，这脸任谁看了都心疼，更别说辛巴了。他向麦克坦白，自己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报纸上那些事故不是他阻止的，而是他引起的。他给麦克看的那些海报，是因为他在店里偷东西被抓了。面对现实吧，他是一个糟糕的导师，没有人可以不尊重辛巴，他自己也不行，他一定会证明辛巴就是最好的导师。一天，辛巴照常在屋外扫雪，他听到麦克正在叫他，只见这个小伙子已经开上了流动餐车，他准备做披萨片的生意，用的正是辛巴说的那个名字。就在他正忙活着给第一个客人做披萨片的时候，胖托尼走了过来，站在他的餐车前。原来麦克的钱都是从黑帮那里借的，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了，一共10万，5万压在赌注，5万买了餐车。他自认为买的球队很保险，可惜他失算了。就在黑帮将辛巴和麦克团团围住，低头倒腾枪的保险时，麦克已经带着辛巴开车跑了。麦克把车开到了一个专门停放废弃餐车的地方，自认为黑帮是绝对不会发现他们的。很可惜，麦克又失算了，他们很快就被找到了。就在胖托尼打算干掉麦克时，他突然闻到了已经烤好的披萨片的味道。辛巴马上给几位大佬递上了美食，是不是很好吃？为什么不让麦克卖披萨片还钱呢？胖托尼觉得有些太冒险了，但是如果和赌博结合起来，好像可以试一下。麦克的小餐车就这样支棱起来了。胖托尼颇为满意的看着为他赌博打广告的麦克，同时他还认可了辛巴的价值，赞扬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导师，因为他从始至终都相信并支持了自己的学生。终于有人肯定了他所做的一切，欣喜和感动泪水顺着辛巴的眼角流下。拥有着有些蠢萌的人物设定，连家人尊重都得不到的辛巴，本集中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认可。在麦克向辛巴说出自己理想的那一刻，仿佛让人看到了辛巴曾经对那个神仙老板诉说梦想时的场景，也是那样的小心翼翼，害怕被眼前人嘲笑。幸运的是，他们都得到了支持，只不过麦克更幸运一些，因为他所信赖的人不是一个想要毁灭世界的疯子。人与人的关系很奇妙，他们可以因为各种感情联系在一起，而连接麦克和辛巴的是依靠相互支持维系师生情。麦克对辛巴的崇拜是盲目的，他看了一份残缺的旧报纸，就认定了辛巴是神，哪怕最后辛巴自己都告诉他那不过是表象。若是他满腔崇拜都所托非人，那最后只能把一切都付诸东流，或是飞蛾扑火般自焚。所幸的是，辛巴虽然有着他所说的那些缺点，却也是真心想要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总是在背后支持他。这样一想，麦克对辛巴崇拜也并非毫无依据。一个人若要完全理解另一个人，大概必须有过类似的处境，感受过相同痛苦。麦克和辛巴也许就是看到了彼此身上的相似之处，最终麦克实现了梦想，而辛巴也向不看好他的人证明了自己。在追求梦想的路上，永远不要心
心存侥幸。有些道路看似捷径，实际上却满是泥泞。切勿让你的生活成为一场豪赌，毕竟生活不像动漫，结局总能皆大欢喜。坚定信念并勇敢前行，就算全世界都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，也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理解你、支持你，甚至重视你的愿望胜过你自己。正是这样不求回报的善意，成就了城市中最微不足道的我们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